大家上午好，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49分，这里是交易修行成长驿站。本频道所有言论都将构成您的投资建议，切记我们频道讲的是标准化交易，不是猜方向啊。那好，我们继续回到比特币盘面，目前看的是 Coinbase 基准一日线啊。现在整体看还是缩量上行的阶段。这一期我想跟大家讲一下什么呢？趋势。比如说这一段它是下降的通道，下降的趋势，这一段上升的趋势。那上升的趋势从哪儿破掉的？在这儿破，但是它有可能是假破，再收回也有可能，包括我经常讲的这个长期的上升通道，有时候破然后收回，这次也一样，这个位置也是破掉再回来，这次又是破完又收了回来。重要的指标是什么？高点它放没放量？如果没放量，那就大概率这个大的趋势没有结束。所以说很长一段时间就是在做多，很少做空。像这个位置都明显放量了啊，这边是比较少见的啊，它没有放量然后下跌，所以这个位置把它看成 WXY， 它是调整浪，大的调整回调，只不过反弹调整的 WX 或者是 AB 浪高过之前的高点，所以之前的65900这个位置才是高点，69000这个位置不是高点。通常高点都是会伴随着放量还有上升楔形 ABCDE。 那这儿呢也同理啊，可能这个是 WXY 都有可能，然后这个是新的推动浪，如果这个新的推动浪成立的话，它就应该上来啊，一定突破前高11万这个前高，但这只是可能性吗？不是一定。所以交易你要做的是标准化的应对。什么叫标准化应对？找到进场时机，然后如果我的预案有错误，行情是以反方向的去演绎，那么好，你的止损位要挂到哪儿？这一部分的损失你能不能承受承担？这个叫标准化交易啊。然后包括你合理的杠杆应用等等一系列，最大的原则就是什么？选择进场时机，如果是反方向，你在哪儿止损，这个一定要做到。这一关过不去，后边的细节就不要谈了，要么你就回去接着赌吧，赌博，相信哪个自媒体博主或者是算命先生无所谓，你自己的钱命运掌握在别人手里，信别人的，你不赔谁赔？一个字儿该啊！但是你想合理的赚到这部分利润，你得认知范围内啊，不在你的认知范围内还委托别人，赚了又是你聪明，赔了你又怨这些个人，你不是神经错乱？谁是神经错乱？这个市场神经错乱吗？市场有毛病吗？你可以离开不玩。所以说希望大家把这个问题搞清楚，什么叫交易，什么叫赌博，这两个搞清楚，然后再去想想你的钱袋子辛苦血汗钱搬砖钱要不要投入到这个资本市场，无论是你做加密货币还是股票期货大宗商品无所谓啊。所以说把这些问题搞清楚以后，你再一步一步的去做这个交易，不要想着上来就想赚钱，即便赚了也是运气啊。
然后所谓的这个新手期的福利运气，这个是怎么来的？其实非常有它的必然性啊。我之前在视频也讲过，通常散户不会交易的人都是随着行情热度上来，在新闻或者是身边的朋友嘴里头听到啊，最近比特币挺好，美股挺好， A 股挺好，所以我也得买点。买完这一段趋势形成以后，它上行的通道是继续向上的，只要你买完，大概率你就会赚钱。问题是你赚了以后你什么时候卖？回撤的时候你敢不敢加仓，或者是盲目的加仓？这一系列问题都是应对啊。这应对是从哪儿来的？不是听哪个新闻消息面，而是你的认知 K 线分析的能力，还有你的胆量、心态等等一系列非常综合的问题啊。所以说大家伙儿一定要明白这个点。那回到比特币，我们看一下，刚才说了还是继续向上的可能更高啊。我们看一下4小时线，也是一样啊，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但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画一个小范围的趋势线，回调过后，那我们这个止损位应该放在哪儿？保守一点，你可以放在104000以里，也就是上升通道的下沿下方，或者是下降通道的下方，104400，没差多少啊，已经很明确了，做多。如果要是破位下降通道的下沿，不是上升通道的下沿，那你就应该止损离场，或者是止损位还是挂在这儿啊，最空可以啊，但这是短线，也不一定。如果它后续有一个大的回调，也是很正常的，这完全取决于什么？大手，真正的老板。那好，这一节就分享到这儿，希望大家交易顺利，多多赚钱。我们下期再见。